一名12岁的澳大利亚女孩从小就命运多舛，7岁时被送到福利院，原以为她的人生终于走出了阴霾，但没有想到等待她的却是更加悲惨的命运。仅仅过了9个月，她的遗体在小河边被人发现，当时她近乎全裸，已经高度腐败。那么是怎样的冷酷无情的凶手会对于一个年仅12岁的少女下死毒手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袁档案社。作为一个案件迷，老袁主要讲述一些真实和离奇的案件故事，希望在分享这些案例的同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警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件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悲剧：12岁少女泰利遇害案。泰利·帕尔默2003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从出生之日起，他就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父亲脾气暴躁，经常对母亲大打出手。母亲辛蒂忍受不了家暴，在泰利很小的时候就带着他离家出走，常年处于失业、居无定所的状态。辛蒂意识到把小泰利带在身边只会害了他，于是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向政府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抚养女儿的能力，然后把7岁的小泰利交给了福利院。让人欣慰的是，虽然小泰利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但是在福利院生活的4年里，她并没有变得自卑消沉，反而成了一个性格坚强、乐观向上的阳光女孩。每次和母亲见面时，她总是鼓励母亲辛蒂积极面对生活，努力改变现状。在女儿的鼓励下，辛蒂戒除了不好的东西，还报了各种学习班，最后还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段时间后，福利院传来一个消息，住在当地郊区的索伯恩一家愿意收养泰利。索伯恩一家条件优渥，有一栋很大很漂亮的别墅。父亲里克已经退休，为了排遣寂寞，他在附近开了一个卖热狗的摊位。母亲朱琳在家里开了一个日托班，照顾白天需要上班的父母们的孩子。他们有2个儿子，老大乔什20岁，老二特伦特19岁。兄弟2人长得都高大帅气，都喜欢舞蹈，正在艺术学校上学。他们的理想都是成为职业的舞蹈演员。此时泰利的生母辛蒂生活已经回归正常，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正在向福利院申请拿回女儿的监护权，但是遭到了拒绝。福利院说需要进行复杂且漫长的评估，而现在索伯恩一家愿意收养泰利，这对他的成长是件好事。结合索伯恩夫妇的生活状态和居住环境来看，这是一个既富裕又有爱心，还很会教育孩子的家庭。他们愿意收养泰利，看上去真的是他的福气。但是母亲辛蒂依然担心，因为在索伯恩家里有2个青春期的男孩，女儿去他们家生活，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辛蒂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在他的心中对这家人的感觉很不好。但是福利局并没有在意他的意见，很快就给索伯恩夫妇办理了收养手续。2015年1月，12岁的泰利来到了索伯恩家，成了里克和朱琳的养女。看起来索伯恩家对泰利很不错，他在这里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养父母给他买了很多的新衣服。另外，他还转学到附近的中学上学，而且每天早上养父都会送他上学。这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和谐美好，但任谁都没有想到，就在9个月之后，厄运就落在了这个可怜的命运多舛的12岁的女孩身上。2015年10月5日，泰利的遗体在布里斯班郊区河边的浅滩上被发现。11月正是澳大利亚的盛夏季节，而布里斯班所在的昆士兰州尤其炎热。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高度腐败，所以具体的死因已经没有办法确定了，也没有办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的破案线索。警方花了1天的时间才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正是几天前被当地学校报警失踪的泰利。就在6天前的10月30日，这天是周五，泰利就读的学校老师发现他一直没有去学校，于是他们就联系了养父里克，问泰利是不是生病了，在家休息。但是里克说他在早上8点10分左右的时候就将泰利送到学校了，当时他是看着泰利走进校门后才离开的。听了他的说法，学校就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于是当即报警。警方很快就开始了调查，但是面对警员的询问，里克表现得并不着急。他说可能是泰利还不习惯家庭的环境，之前他就曾经离家出走过，一般都是几个小时就会自己回家。但是这一次，人们一直等到深夜也没有见到泰利的影子，于是第2天，泰利就上了失踪人口名单。警方也同时展开了对他的寻找，但是警方并没有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寻人信息，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一起简单的叛逆养女离家出走案。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6天之后，泰利的遗体在河边会被发现。这件案子发生后，在当地引发了很大的反响，民众们纷纷指责警方办案不力，草菅人命，警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组织了大量的人力，出动了直升机和搜救队，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除了找到泰利的一枝花之外，没能找到其他任何的线索。作为最后一个见到泰利的人，李克被带到了警局进行了问询。李克说，那天早上8点10分左右，他将泰利送到校门口，然后他看着泰利走进校门之后才离开的。当时泰利的情绪看上去还不错，好像是很开心的样子。警方调取了学校周边的监控，确实看到李克的车在学校附近经过，而且学校的监控也拍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泰利的身影，在那个时间段里面进入了学校。但是因为视频的分辨率很低，看不清脸部，所以警方也没有办法确认这就是泰利。在对泰利的同学进行询问时答案也是含糊不清的。有人说当天在学校里面看见过他，也有人说那天他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结论让警方很无奈，他们只能认为当天泰利确实到过学校，但是在上课前就离开了。也许泰利离开学校后，在路上被人绑架，然后遇害。警方对布里斯班附近300多名有过侵犯案底的人进行了调查和询问，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1周之后的11月14日，索伯恩一家为泰利举行了葬礼，当地有600多人来为他送行，大家都很悲伤。这个12岁的小姑娘人生才刚刚开始，却不幸遇害。索伯恩一家在葬礼上表现得非常悲痛，因为泰利生前最喜欢紫色，他们制作了紫色的 T 恤，上面印有他的名字和一个大大的爱心。养父李克亲自抬棺，满脸都是悲痛的神色。接下来就是警察的漫漫破案之路。由于没有丝毫的破案线索，再加上本案在当地引发的巨大反响，警方最终悬赏25万澳元，向全社会征求破案的线索。他们甚至还保证，就算是参与过这起案件的人，只要不是他亲自杀害了泰利，如果能出来指认真凶，那么不仅会对他进行赦免，而且这25万澳元的奖励也已然有效。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的进展，警方的调查彻底陷入了困境。一直到6个月后，2016年5月10日，警方接到了一个匿名的举报电话，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索伯恩家里的小儿子特伦特和泰利发生过男女关系，并且在泰利失踪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这名举报人是特伦特的表姐，她给警方提供了几张和特伦特的网络聊天截图。这些聊天记录显示就在案发前的前几天，特伦特和表妹说自己和泰利发生了关系，但并不是他主动的，而是泰利强迫他的。特伦特向表姐诉说，2天前他父母出去喂马的时候妹妹泰利威胁他要和他发生关系，否则就杀了他的宠物狗。在半推半就中，他就顺从了。但现在他非常恐惧，他担心泰利会怀孕，因为他已经19岁了，而泰利只有12岁。事情一旦曝光，他肯定会因为侵犯罪被判坐牢。表姐回复他说，最好和父母坦白这件事情，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第二天是11月29日，就是泰利被报告失踪的前一天。特伦特告诉表姐说，父母已经知道了。当天晚上，他们准备开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举报马上就让警方意识到，索伯恩一家已经成为了本案最大的嫌疑人，他们也有最大的作案理由，那就是杀人灭口。警方并没有马上传唤索伯恩一家，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过去的6个月中，他们很可能已经多次串通供词，并且不断的完善细节。如果没有掌握一击必杀的证据，贸然对他们进行问话，只会打草惊蛇。于是他们向法官申请了许可，然后在索伯恩家的各处偷偷的安装了窃听器。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了。经过连续几周的监听，这个可怜的12岁的女孩泰利被谋害的全部过程终于真相大白。窃听器清楚地录下了索伯恩一家互相串供，并且互相鼓励要保守秘密的对话，同时也录下了母亲朱琳和大儿子乔什的对话。他们参与这个案件并不深，所以他们2个就在私下里面讨论，如果事情曝光，就以保全自己为第一目标。讲到这里呢，老袁也是不禁感叹，你说就是这么一家自私自利的烂人，当地的福利院是怎么在泰利亲生父母的反对下让他们领养了泰利呢？不好意思老袁情绪有点激动了但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细节需要交代一下，就是当地政府对领养福利院孩子的家庭每年都有不少的补贴，这也是为什么李克会领养泰利的原因。
在涉及这件案子的监控视频中，警方也发现了一些漏洞。李克说自己在10月30日早上送泰利去了学校，但是根据路上的监控视频显示，不管是在学校之前还是经过学校之后，李克的车始终都跟在一辆白色面包车之后，大约7、8米的距离。而根据那辆面包车司机的回忆，他走这段路的时候从来不停车，所以这就证明了在泰利失踪的当天，李克只是假装送他去学校，并且为了不让人看见车里只有他自己，他就根本没有在学校门口停车。而因为学校的监控视频清晰度很低，差一点就让他糊弄过去了。警方对索伯恩一家展开了突击审问，在证据面前，朱琳和大儿子乔什很快就崩溃了。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得到更轻的处罚，同意成为控方证人，交代了他们知道的一切。原来就在11月29日那天傍晚，泰利去了朋友家玩，而索伯恩一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怎么处理小儿子和养女之间的事情。李克的态度很坚决，不能让小儿子去坐牢。他吩咐妻子朱琳出门去亲戚家，2个儿子去练武，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他处理。到了晚上9点30分左右，兄弟2人回到家，看到父母都坐在客厅里。父亲让他们把手机关机，然后说：“泰利已经离开我们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并且李克还警告他们，什么都别问，什么也别说，要一口咬定泰利今天晚上还活着，明天早上我送他去上学，到了学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然后到了第2天，李克开车伪装了送泰利上学的假象。当警察向他询问泰利的下落的时候他的遗体当时就在李克的车上。然后到了晚上，李克开车到了很偏远的河边，抛下了泰利的遗体。为了防止 GPS 定位记录暴露行踪，在出发前他还特意的把手机留在了家里。有了证词，警方很快就逮捕了李克。随后对索伯恩家的庭院进行挖掘搜索后，也找到了被掩埋的泰利的校服和书包。接下来就是对这禽兽一家人的审判了。2017年7月，大儿子乔什·索伯恩因为向警方撒谎被判入狱3个月。母亲朱琳·索伯恩在同年11月因为做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被判监禁18个月。小儿子特伦特·索伯恩，也就是一切罪行的始作俑者，在2017年9月因为乱伦、做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被判入狱4年。但是让人遗憾的是，朱琳和乔什在入狱1个月之后就被改判缓刑，然后释放。特伦特也在入狱4个月之后的2018年1月19日被假释出狱。加上之前被羁押的时间，这个畜生一共只被关押了16个月而已。到了2018年5月25日，杀人真凶泰利的养父李克·索伯恩被判终身监禁，且20年内不得假释。李克交代了案发当晚的细节，他说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有计划要杀害泰利，只是想和他谈谈。但是泰利表现得很激动，他一边大喊大叫，一边往门外跑。情急之下，他追上去捂住了女孩的嘴巴，把她抱了回来。可能是用力太猛，等到松手的时候，他发现泰利已经断气了。总而言之，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切都是意外。对于他的这种说法，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老袁是不信的。而且坊间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李克这个禽兽在收养泰利不久就侵犯了他。所以当他发现特伦特和泰利的事情之后，他担心自己的这种行为被曝光，所以才痛下杀手。他的这种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大儿子特伦特。这个案子虽然破了，但是追求此案的根本原因还是澳洲福利局在没有进行细致的调查下就批准了索伯恩一家收养泰利。养父李克的脾气非常不好，早年间还因为暴力伤人被警局拘捕过，而且就在申请收养泰利前，还有2名家长报警说李克在日托班里侵犯了自己的孩子。当时的警方正在做相关的调查，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调查没有结论之前，他们是没有收养孩子的资格的。最终凶手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但是老袁看来这远远不够。一个12岁的女孩出生之后就命运坎坷，原生家庭的变故、亲生母亲的堕落都没有让她变得自卑消沉，反而成为了一个性格坚强、积极乐观、富有爱心的阳光女孩。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却被这禽兽一般的一家人永远的定格在了12岁。好了，朋友们，我是老袁，揭开世间谜案，洞察人世循环，我们下个影片不见不散。